OK， 今天我们要来开的是这个一支新的 G-Shock。前面有朋友已经在好奇我会选哪一支，那有人猜我是选小方块，有人觉得是 MRG， 那都不对，你们都猜错了。今天我选的是一支还蛮特别的手表，也是今年11月份刚刚才新出的，我也想了一阵子才决定要不要去买它。那我想要来聊的是，我觉得不太像 G-Shock 的一支 G-Shock。那它的型号呢是 G-Steel 的 GST-B1000。我们开箱让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整个过程。这是我拿的这一天的保卡，然后基本上卡西欧的G-Shock 的手表操作其实都很直觉。就是我相信，只要拥有过一支 G-Shock 的人，你在买下一支的时候，其实上手的速度是很快的。那其实我会选这一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自从用了 MTG 之后，用了他们的那个手机配对模式，我发现非常非常的好用，尤其像 MTG 那一种可以有世界时区的，我只要手机到当地，然后把它调到我要的时间，它立刻就会同步进到我的手机里面，而且手表里面，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只表就是从1983年上面印着1983年，然后有200米的这个防水。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 G-Shock。那我觉得耐操一眼就很大男孩的那种感觉，当然到现在我们开始要见客户啊，然后要跟厂商见面啊，其实真的戴那么塑胶那么大一颗的表，其实不见得那么合适。那反而就是 G-Steel 就让我看到了，我觉得它有大三针，然后同时它还可以用这个 App 去控制它，我就还蛮喜欢它这一些点的。然后整个的表耳，我们不会看到表耳它是一体式链带连接下去，但它四边表耳有做一个削切，我觉得跟之前某一些其他品牌的一些设计，我觉得有它很不同的地方。这一次的这个削切让我觉得它非常的锐利，我觉得整个感觉是比如说我们光影扫过去，你会看到质感上面，它确实有跟我手上所戴的这个 MTG 有点像，但是实际上它又有它自己的语言，比如说横向的法丝纹加上抛光的这个表带，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佩戴上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比我的 MTG 还要更为这个闪，因为它的表带每一个链接的中间都有做一段抛光，所以我在整个的手表在旋转的过程中，你们会看到它其实感觉更精致，也更安静一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就是一种我觉得像减法美学吧。以卡西欧 G-Shock 的这种习惯来讲，它算是一个减法美学。以前往往我们会看到是上面有一大堆什么 Mode 啊、Light 啊，什么一大堆的按钮，然后每一个按钮旁边都有一个名字。但这次他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掉了，但是他的按键还是依然每一个都没有少。所以我觉得以规格的部分来讲，是让我觉得很满意。那当然，这只表同样的，它也有我刚刚讲的第一个连线功能，它连线用的是蓝牙嘛，然后太阳能啊，就是 Half Solar 的技术。当然，里面用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不锈钢的这个实心链带，那也延续了 G-Shock 的精神，并且加上了一些环保材质，比如说生质碳啊、生质树脂的这些功能。我在接下来影片中呢，会仔细的跟大家讲解这一只表的整个设计。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就是非常喜欢 G-Shock 的强悍，但是有一点恨它的存在感，尤其是当我们进入一些正式场合的时候，那个手表的体积啊、重量啊，好像会让旁边的人不得不盯着你的手腕看。它也许很大只，但它一点也不重。它也许整个设计上会让人觉得张牙舞爪，但一一看起来，卡西欧这些年好像终于听到了我们这些又爱又恨的声音。今天
我们带来的是 G-Steel 的全新的旗舰款。我右边的这3支1、2、3分别是蓝、绿、黑，是他们的这个怎么说的？最纤薄轻巧，对衬衫外套最友善，而且颜值还要往上打 MTG 的那一挂，我觉得听起来很狂，对不对？这一只表其实在日本2025年的11月21号就正式已经发售了。那它不光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也是一个关于坚不可摧的定义是否已经改变的一个大型的哲学实验，也代表着 CASIO 对于品牌的自身美学的全新的一个自我革新。我们先把时间倒转到这个1983年，卡西欧的工程师，我们最有名的这个伊部菊雄，这个因为他不小心失手摔碎了父亲的手表，心碎之余立下了一个很疯狂的誓言，就是要做出一只从10米高摔下来还能够继续再走10年的手表。这也就是很著名 Triple Ten 概念的由来。他们不是在做手表，不光只是在做手表，而是在做一种非常偏执的工程学的浪漫。他们把几百个原型从屋顶这种 prototype 从屋顶楼梯丢下去，不是为了科学，而是为了体现那一种信念。也因此 DW5000C 诞生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方块。它用了树脂、塑胶向传统钟表业发出了反叛的宣言。那时候 G-Shock 是功能至上的一个工具，有些人觉得它丑，但我觉得它是一个硬核的美学，它不迎合任何一个人。G-Shock 就是 G-Shock。你们可能问，等一下吉米，你扯远了，今天的主角不是说的是 GST-B1000 吗？一只金属表，你讲这些历史跟塑胶干什么？不要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疑问的开始。当 G-Shock 从不能坏到进化成超级酷之后，我觉得他现在面对的是优雅这个全新的挑战，而今天的这个 B1000 却是一个美学先行的一个很不错的作品。OK， 从过去 G-Steel 的 14.1 直接瘦身到这一次厚度 11.6mm， 它甚至连这个表圈上面的这个 G-Shock， 你可以看到我们左边这支 这个 B500 跟这个我的 MTG 上面都还是写着这个 G-Shock， 但是这一次新买的这个就没有了 G-Shock。 OK， 我是买了这个黑色，但是这两个是情商，很感谢这个 CASIO 借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拍一个比较完整跟大家分享的影片。OK， 好，那讲回来，其实这一次 GST-B1000 的出现，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当代建筑中去装饰化的运动，很极简的线条，拉丝、镜面、抛光的交错，告诉你我的强度不需要大喊大叫来证明。它里面最有名的这个 Carbon Core Guard， 也就是碳核防护构造，在它的金属外壳底下将结构力学内化于无形。我们称这种风格为就是所谓的都会的减法美学，它站在一个充满争议的一个灰色地带。那我们今天就来解开核心的冲突点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低调内敛骨子里却还是很强悍的 G-Shock。 这只表的数据我大概简单的跟大家讲其实还蛮真的是这一次的整个数据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OK， 表壳的尺寸这个 46.9mm， 那宽度是 44.2mm， 厚度则是精彩的 11.6mm， 重量压到了118公克。如果硬要跟1983年第一支 G-Shock 的这个大家知道就是第一支我们讲的那个小方块 DW5000C， 其实黑色这一支我觉得致敬味道还蛮浓的，有红色的秒针，然后上面的字体有做一些跳色，然后很简单的黑色，然后那个砖块的这种纹路依然做在这个面盘上面，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如果你们也卡在就是我要不要去买一支真的比较现代、比较成熟、比较都会的 G-Shock， 我觉得这支影片你们可以看到最后。那开始之前老样子不要让我再一直讲了，我每一集都讲。
好了，开玩笑的，我每一集都会继续讲，我很有耐心的。先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我知道你们还是想要看这种啰嗦的设计师版本的手表分析，好吧？那我们就从他为什么要这次做了这样子都会设计的减法美学的设计开始来讲起。我们必须把 11.6 这个厚度的数字放在 G-Shock 的发表史中来看，这是一个结构上的宣言。从以前的 GST 的 B1000全金属的这种 G-Steel 厚度都在 14.1 左右，戴上去就像是一个金属汉堡差点讲成黄金汉堡，你们有点肚子饿没有，金属汉堡，我觉得它是那种以前是那种比较直接粗暴的那种给人的那种 structure 的坚固感，但是今天的 GST-B1000 必须要更精准，目的性也要更清晰。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就是 GST-B1000 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此刻出现，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产品，它是一个 G-Shock 品牌持续演化中一个必然的美学的转折点。其实从今年我们看到他们出的第一支机械表的整个设计符合都会使用多场景应用的一个产品的前提之下，再出现了这一次的这个 G-Shock 也推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这个金属版本的减法美学的手表。我觉得可以分成2个 G-Shock 的清晰时代。第一个就是功能至上的时代，那一个时期的 G-Shock 纯粹就是工具可靠。那如今到第2个时代，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扩散的时代， G-Shock 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反转，从潮流文化的图腾转变成让粗犷结构本身变成了艺术，甚至开始出现了优雅，出现了都市的氛围。那你们可能会说，既然都要坚持艺术的风格了，为什么要变薄？那厚一点，它的存在感不是更好吗？就像我手上这一支，这是我美国非常好的一个好兄弟朋友10几年前送给我的这个 Master of G 我非常喜欢。然后新一代的我应该也会去买，我觉得这个表非常非常的棒。好像才8、9千块吧，我觉得真的是经济实惠。然后10年来没有让我有过任何烦恼，我去工地做任何事情我都带着它。OK，Anyway，既然都要坚持艺术了，坚持 G-Shock 传统的艺术，他们的视觉的经典，那为什么要变薄？厚一点不是更符合品牌一贯的这种美学概念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很值得讨论。当你的品牌从一个超级酷要往高级感走之后，你必须要先克服的是厚重这件事情。都市穿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2015年卡西欧推出了 G-Steel 这个系列，那就是品牌在找高级感的第一次结构性的碰撞。它试图在工业坚韧的都市精炼之间搭起一座可以被大家接受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你们可以去看旧款的 G-Steel， 它的重量基本上是185公克。当然看你的表节拆了多少，当然拆越多就越轻了。当然我讲的就是一个官方完整的重量是185公克。你再来看一看这一颗 GST-B1000 全新款，它只要118公克，甚至比全金属的 GM-B2100 的165公克还要轻了将近1/3。所以你们就知道这一次 GST-B1000 将这一种冲突文化推向到了极致，它不再是满足于只是一个金属外壳的手表，它追求的是结构的一个极简化。OK， 那这种超薄的全新的设计就在于卡西欧它用了这个新开发的小模组 Compact Module， 这一种小型的模组搭载了 Tough Solar 的蓝牙功能，然后体积更小，让卡西欧来将表壳的厚度压到很惊人的 11.6 的 mm。 那这一件事情有多重要？吉米告诉你们，它彻底解决了金属的 G-Shock 在佩戴舒适度上的最大的冲突。它让这一只表跟手腕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贴合度，我认为它是在工程设计学上面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突破跟胜利。所以GST-B1000 的脉络其实非常清晰，它是 G-Shock 对于品牌都市化跟精炼化的一个全新的探索。它不再是只是那一个求生的工具，它是一个懂得在极简美学里面
的结构展现出当代设计作品，它的技术上瘦身，然后实现了美学上的飞跃。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长河中它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都会的这种减法美学重新去定义了 G-Shock。这一次的 G-Shock 就像是很多高级腕表一样，就在12点钟放了一个 logo， 没有再放在表圈上面。OK， 那如果说 G-Shock 的这个设计是一个功能美学的教科书，那 GST-B1000 就是这本书的极简修订版。整个设计语言、对比、层次，这也是引发它争议的核心。从表壳开始说起，这一颗手表的核心亮点就是强度的分层设计 ，strength in layers。它是采用我们讲的这个多层复合材料构成的。从它的最内层是机芯模组，然后外面被高刚性的碳纤维强化树脂包裹。在外层再加上不锈钢金属，这就有点像是俄罗斯娃娃的概念，它每一层的目的都是服务于抗震的目标。那这一种外显的结构设计，让手表看起来就像是一块为手腕雕刻出来的工业艺术品。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八角的这个外壳，我觉得也很有趣。它不再是传统 G-Shock 的那种很锋利的八角，而是保留八角的骨架，但是它把棱角稍微再做了一个削切，把它轻轻的磨掉，让整个轮廓看起来更润、更圆润一点、更成熟一点。我觉得这是对最初代的 G-Shock 经典造型的重新的一个全新诠释。那我们必须要仔细看看它整个金属的质感。这款表它是用了很优雅精致的这个金属加工，那表圈上结合了3种不同的打磨，有垂直的法丝纹，有环状的法丝纹，以及锐利的镜面抛光。在多种层次的打磨处理下，让光线在表圈上滑动的时候能够呈现出很丰富的这个光影变化。那这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让它的质感能够有大量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key point。那我觉得在设计的反转上面，除了这一次表圈上移除掉了 G-Shock 的 logo， 传统 G-Shock 表圈上通常都一定会印着很清楚 G-Shock， 告诉大家，很大声的告诉大家。但这一次 GST-B1000 干净利落，留下金属的本质。吉米认为这是在向那些动辄几十万的高级运动表下战帖。我的工艺细节并不输给你们，可是我的价格只要你们的1/4。这个设计的审美价值基本上就直接威胁到了它上面的大哥、二哥。大哥是 MRG， 二哥是 MTG 系列所带来的这种高级感。那再来，我们聚焦在这一次的表盘上面。以前很多人都说 G-Steel 很像是穷人版的 MTG， 但这一次的 GST 的 B1000， 我觉得 CASIO 很明显它是有在用力的。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个面盘上面的这个专纹，其实就是在致敬 G-Shock 的 DNA。这个纹路其实直接在向1983年第一代的这个 DW5000C 致敬。那现在它把整个这个原本大家有那个小方块的表的话，就知道那个砖墙是有点像是平面的，一格一格的。那它这一次搬到了面盘上面，然后它不是随随便便就放了一个 pattern 上去哦，而是它做了 3D 立体纹路，光打下去会一层一层一层的这样子的反光，非常非常的好看。那再来是它的立体时标，每一个时标的斜面跟切角，我觉得都做得算很干净。这对于一支这样价位的 G-Shock 来讲，我觉得算还蛮有诚意的。我很喜欢那些红、蓝、黄的那些小点，然后还有这些功能表盘上面的这些金龟蓝、金龟绿，还有亮银色。我必须要说啦，这一次的配色不光很内敛，我觉得它也有热情，同时它还是有它优异的防水性，而且也有它耐用传统的冲击性能。这种非常内敛的设计，也同时强调着 G-Shock 他们硬派的血统。Anyway， 我觉得 GST-B1000 的这个设计亮点是在它在极致简约的这个表面下藏着极致复杂的结构。
但是他用瘦身去证明了自己依然对美学的那一个基本上的要求，并且用了没有大 logo 这件事情表达了对自信的拥抱。这颗手表搭载的实心坚固的这个不锈钢表带，完完全全比之前的这个 B500 又再上了一个档次。以前的习惯是把表带做得稍微圆润一点，而这一次更多的是机械的削割感，它整个棱角分明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有亮面，有拉丝门，一个拉丝横向拉丝，一个抛光，一个横向拉丝，一个抛光，然后这样子的一体式链带，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没有话讲，真的我自己会去买这个表，也是我还蛮喜欢的。OK，anyway，再来我们讲到它的这个机芯，我们讲里面的东西。那当然核心就是 Top Solar 的太阳能，再加上 Bluetooth 的智慧蓝牙连线。太阳能就不多说，不想换电池的人，像我这种懒蛋，一定会很爱。只要不要把表放在防潮箱里面关个2年。基本上遇到光它就是会一直充电，维持在一个很好的运作状态，这也就是卡西欧自给自足的一个很自信的技术。那接着是争议点，大家会说为什么这一次没有把 Multi-Band 6的这个电波计时的这个电波对时的这个功能给放进去？很多老的 G-Shock 迷一看到这个规格，他第一个疑问就是你说你旗舰，你居然没有电波对时。我必须要说，这一次的旗舰少了电波真的是失误吗？那这样子还会准确吗？大家不要急，这是一个生活模式的，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选择跟反转。CASIO 选择了这个 Mobile Link， 使用 Bluetooth 的无线连接，手機本来就24小时黏在身上，那每天自动蓝牙叫10几次，那准度其实比电波还要稳。所以你出国跨时区，基本上你手表很简单，你就只要装了这个CASIO Watch， 你基本上就直接进来了。进来之后，然后我们就只要按着这个 Mode 键，也就是8点钟的这个按键，按着它 2.5 秒，当它指到了接近3点钟的位置的时候，看到没有？手表就开始配对了。配对完成之后就可以进来 ，OK， 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设定闹铃、计时器、同步时间、时间调整、手机寻找、手表设定。那你不懂的人，它里面也有手表连线的一些教学，其实非常非常清楚。那你们可以看到新世代的手表，基本上卡西欧都已经把这个功能放进去了。像这边就可以看到我有的可以连 Bluetooth 去校正时间的手表。GBD200 啊 ，MTG B3000 啊 ，GST-B1000 啊，其实现在这些功能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说是不是一定要这个Multi-Band 6？ 我觉得已经好像那个东西慢慢应该是被淘汰掉，因为你一旦只要手表它的收讯号不稳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办法校正时间的，所以相对的现在人手是手机不离身的，只要有讯号，你就可以同步你的时间，其实相对来讲是更精准的。OK，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出国跨时区，手机切好地区，手表就只要像我们刚刚 App 一样，只要一连线，它就会转到当地的时间。我觉得这一种连线而不依赖 connectivity without dependency 的这种生活哲学是很爽的一件事情。OK， 我有点用力很爽很爽，对。那结构的部分就是 G-Shock 这几年很常用的这个结构系统，就是 Carbon Core Guard， 里面是碳纤维的强化树脂内壳保护机芯，外面再加上不锈钢，那机芯被悬浮固定在一个高刚性的碳纤维强化树脂的这个内胆之中，很像是一个浮动模组。我们如果用建筑来讲的话，有点像法式基础，当它遇到震动的时候，法式基础会左右摇晃来消弭掉地震所传来的这个震动。那这个逻辑被放到手表上面，它就是一样的意思。你的能量会不断被外层的这个浮动模组吸收，再由碳纤维进行力量分散。它不光是简单的在堆砌材料，而是在结构力学的精密计算之下，清楚的去展现这一种分层防护的构造。
那此外呢，这款表的构造也呈现了卡西欧对于整个环境的承诺，表壳跟表圈材质都是用这个生质碳跟生质树脂，然后来制作。那在追求坚不可摧的物理性能的同时，它也追求了永续性，并且重新定义了耐用，也让整个的防水来到200米抗冲击的前提下，把厚度压到了我们看到的 11.6。 功能上它算是有点刻意收敛的那一派，码表、计时器、每日闹铃都采用了纯指针的设计，也就是8点钟位置的这个功能指针盘。但是我觉得这种感觉让整个面盘变得更简洁，更有高级感。我觉得对于习惯数位萤幕多功能的 G-Shock 用户来讲，也许是一种妥协，但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就是表盘上面在这个3点钟的位置也有一个24小时的小表盘。有人说它只是用来填补空间，我并不这样觉得。我觉得当你在黑暗的地方，你没有办法知道你外面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的时候，这个3点钟的24小时小表盘非常非常重要，它可以立刻让你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OK， 所以我觉得啦，对于功能复杂度这支表所做的取舍，但无论如何，这支表的核心技术已经证明，就是你不会因为需要牺牲舒适度这件事情，就没有了极致的强悍跟优良的设计，你反而是可以同时兼具的。好啦，我知道你们想要骂我了啦，就是你夸这么多，什么都把它讲得好像跟神一样，你根本就是对不对？大家身为烂手人，我们还是进行一场很严肃的这个战略取舍的一个讨论。我觉得这支表整体来讲是很香的啦，定价12000块而已，那也是很便宜的价格。你现在哪一个伪品牌，你叫不出名字，没有看过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哪一个不要2-3万 ？OK， 那一支1万多块，其实我觉得 CP 值很高了。OK， 我觉得 CASIO 在这一支表也做了一些很刻意的克制。第一个就是材质的选择。我们必须要讨论的就是它的镜面，没有错，这个价位，他说的这个旗舰定位，但是给我们的是这个 mineral glass， 也就是矿物石玻璃，不是蓝宝石。老实讲，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规格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有冒出一个 what the fuck， 但是就是我觉得 CASIO 我在仔细去了解之后，我尊重这样的战略跟他的想法。吉米就这样子吗？你就这样就过去了吗？这个蓝宝石这件事情，你不觉得是我们买家被牺牲了吗？好，不要急，我觉得这就是 CASIO 对于自家 MTG 的系列的一个尊重跟区隔。我们也知道这个系列在网上买，你大概就是买 MTG， 大概就是2-3万块。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G-Shock 的灵魂，因为它有这种抗悬浮的这种悬浮抗震的结构，它的表圈本来就会做的比镜面还要高。那这种结构美学让卡西欧在外部金属层次跟内部的碳纤维护甲，它已经给足了镜面第一道的防线，所以在这种高起的这种有点像是高跟鞋的止水台的保护体系之下，整个镜面材质的选择就成了一个成本跟功能性平衡的结果，而非致命的一个缺陷。我觉得是 CASIO 很清楚知道自己在设计的边界定在哪里，我觉得这一点是很 OK 的。那第二个讨论的点就是我们讲的精准校正的实务主义，没有 multi-band 6的电波对时，只有蓝压连线，这是一个现代与传统的取舍。老派玩家可能会觉得电波不完美，我没有觉得电波不完美，其实说实在话，有些玩家是这样子觉得，因为他必须要在比如说像我记得17、18年前CASIO 刚推出 Oceanus 这个系列的时候，主打的就是电波表，然后是都会的精致的腕表。我那个时候才大学2年级还3年级，我马上就买了一只送给我爸爸。那我爸爸到现在都还在戴，虽然上面都是划痕，可是那个表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精准。不过你们去想哦，这个电波计时也已经，如果就我的认知也已经10几20年了。
那到现在有了蓝牙，我觉得是一个现代跟传统的取舍。我觉得新世代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玩家的观点就是手机反正一直黏在身上，蓝牙校正反而更准、更稳定、更便利，也是对于现代人生活模式的一种迎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是蓝牙技术的都市讯号跟稳定度操作上其实有它独特的优势，并不是技术上的不足，而是 CASIO 选择了一条更接近生活习惯用户道路上面的一个抉择。OK， 那再来就是一个价格。我觉得这支表在台湾的建议售价是12000元，这个价位其实在 G-Shock 里面是算中等天花板等级啦，不能说它便宜，但是也不到天花板那么高，但是它的确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价值宣言。它投入了小型的缩小的机芯碳壳的护甲，而且很精致的金属打磨，然后还有永续的概念。那这一些技术的累积，让它可以拥有进入这一个价格区间的底气，不单单纯纯是价格的提升，而是强悍轻薄金属表。我觉得这个定位，它在重塑这个系列的价值。它的市场锁定的就是入门到中阶价位的族群。那在这个价格带位内，你很难去找到一个能够在结构耐久性、功能先进、精致外观3个角度三角形能够平衡完美的竞争者。所以这只表你绝对不是用一个什么便宜玩玩的心态来买。我觉得它同时满足了对于设计美感跟实用性的一个需求。那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宣言。我就是要一只可以每天戴，可以每天被我操，然后看起来很成熟，但是完全不会失去浪漫的机械工艺品。OK， 那这也就是卡西欧为了争夺在都市间穿梭的各位精英们所下的战略。OK， 那我们来聊聊谁适合这样的表。我觉得它很GST-B1000 它很明确的体现的就是减法美学，也可以成就一个很不错的 CASIO G-Shock。因为它这一次的表耳做的比较短，外加 11.6mm 的厚度，它解决了过去金属表的厚重的问题，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贴合度。那对于那些在一块表里面必须要同时兼具商务跟休闲无缝切换的人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解答。那烂手人鸡米，我必须要为工程师、设计师这一类人发声。如果你们是建筑师、工业设计师、软体工程师，需要一块结构很清晰、逻辑很严谨的手表，我觉得 GST-B1000 的多层次的结构跟精密的拉丝、抛光的整个拿捏跟对比，并且拿掉了12点钟 logo 的这种减法美学，完全符合现代设计师对于形随机能而生的最高赞赏。就是它一点都不浮夸，你可以细细的去品味它，你会发现它在细节上所下的功夫，它就像是一座很精密的桥梁，表面优雅，结构无限可击。那我觉得对于已经有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GM2100， 就是很多人拿来改成某某像素的那这个表，我们先说那一只表相较于这只表，它的厚度是 12.8， 重量是这个165公克，相对于这一次 GST 的 B1000 只有 11.16 的 mm 和118公克，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很明显的瘦身跟轻量化吧。真的会让我有一种就是全金属也可以这么好相处。我觉得它就是一种进化。我从年轻玩塑胶的树脂表，到现在玩到全部都是钢铁系列的这种精炼感，我觉得它不无聊，是一个提升。那这边可能你们会说，这表的极简风格会不会让那些喜欢传统大表、喜欢老 G-Shock 的玩家觉得无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还蛮有可能的，就是这是一个拥抱价值的一个争议点。就是说，对于追求成熟的 G-Shock 玩家来讲，这一次是一个很好的
品牌自我肯定的机会。那这一只表的终极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数位时代的这种自给自足。Tough Solar 让你不再需要任何的充电线，蓝牙只在你需要的精准连接的时候做一个同步，就可以解决掉，不依赖的这种生活哲学。那这款表入门到中价位族群来讲，它其实是带来了我觉得设计时尚美感跟实用性的一个诠释。它解决了一个长期的痛点，就是你不需要准配2只表。GST-B1000 就是一款一表多用 One Watch for All Occasion 的一个选择。基本上它就是在都市探险跟会议简报中都可以完美胜任的一个原因。好了，那今天介绍这么多，我们来做一个收尾。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取代那一些经典的数字表款，而是证明了一件事情：坚不可摧的定义，它是不断被进化跟重新定义的。它不再是单纯的摔不碎，而是融合了轻量化、精致跟永续的新标准。GST-B1000 是一块可以自我克制、清楚自身定位的入门级的金属腕表。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 GST-B1000 的争议性，恰好就是它最大的一个资产。你说它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 G-Shock， 它用八角形的表壳、专纹的表盘来回应你对经典的致敬。你说它太过于斯文吗？可是它又用了碳核护甲，200米防水，告诉你我骨子里还是那个很 tough 的那一个硬汉。它是一种对高端产品线的尊重，也是一种对于勇敢、精明的一个创新。虽然选择了矿物质玻璃，但是它依然维持着产品线的战略区隔。无电波对时，但它多了新的蓝牙、现代的稳定性。这种看似减法，其实都是 CASIO 为了成就这一支全新的 GST-B1000 的终极目标所生产出来的智慧增值。所以不论手表贵与便宜，它都留不住时间。吉米希望大家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可以创造属于我们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戴手表不是为了焦虑，而是提醒我们去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如果今天这支影片帮你守住荷包，或者是又不小心让你去伤害了你的荷包，我都欢迎你们在下面跟我争吵。那也可以顺便跟我说一说，你们觉得 CASIO 的整个走向这一种减法美学，它是一个进化，还是对自身价值的另外一种坚定？我是烂手人设计师鸡米，我们把手表的灵魂掏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Peace。